你以为巴士路线调整之后，通勤就能更快？很多上班族真正失去的，不只是巴士上短短10分钟，而是被换乘、漫长步行、捉摸不定的班次切碎的整块时间。早上7点20分，站在祖屋楼下，眼睁睁两班满载巴士直接掠过，任谁都很难感受到交通系统正在优化。改成地铁出行，主干道行驶速度或许提升，但多一趟换乘，多一段烈日下步行，辛苦只是换了形式。官方2025年数据显示，77%乘客对巴士等候时长感到满意。数字看上去不错，却不等于普通人真实通勤体验有所改善。上班族衡量出行效率，从来不是单看某一段路能跑多快，而是从祖屋家门到公司大门，完整的出行链条顺不顺畅。不妨在评论区说说，你单程通勤要多久？调整路线之后，是真的省时，还是仅仅换了一种类法？今天我们深入聊聊，巴士大规模重组之后，通勤效率究竟实实在在提升，亦或是仅仅让官方统计报表变得更好看？先把底层情况放清楚。新加坡公共交通整体并不差，放到全球高密度城市里，它依然算高水准。PTC 在2025年公布的乘客满意度调查显示，77%乘客满意巴士等候时间，68%满意列车拥挤度，点对点服务满意度达到96%。如果只看这些数字，结论会很直接，系统大致运作正常。可问题是，通勤不是平均值，而是非常具体的生活安排。你早上要不要准时打卡？孩子几点送去学生托管？下班后要不要赶回家接人、买菜、处理家务？对住在 Punggol、Sengkang 这类新镇的人来说，先挤接驳，再进市区，本来就是每天的固定动作。对在 Jurong 工作的人来说，下班后任何延误都会被放大，因为后面还有一连串事情在等。新加坡每天公共交通载客量处在大约700万人次这个级别，面对的是高度集中的潮汐流动，不是零散出行。LTA 这几年随着汤申、东海岸线分阶段推进到全线运营，也持续调整巴士路线。核心目标通常是减少重复线路，把乘客更多导向轨道网络，提高整体运力利用率。站在系统角度，这很合理。可站在个人角度，原本一程直达变成2段接驳，哪怕理论上更科学，体感也未必更轻松。所以今天真正要问的，不是新加坡交通有没有进步，而是这种进步为什么没有平均落到每个人的早晚通勤里？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补充，你最怕的是等车、挤车，还是换乘太多？先说核心判断，很多人觉得巴士路线调整后越搭越麻烦，这不一定是错觉，因为政策优化的单位和你每天感受到的单位本来就不是同一个。LTA 调整巴士路线，通常会把原本较长的直达线路慢慢改成接驳地铁的短线。站在系统角度，这样做有道理，可以减少重复线路，把车队放到更需要的地方，也让更多人接入主干网络。问题在于，系统效率和个人效率之间隔着一个很现实的东西，叫换乘成本。很多人只看车上时间，觉得原本50分钟巴士变成20分钟巴士加15分钟地铁，好像就省了时间。但真实通勤还要算步行、等车、进站、排队，还有到站后最后一段路，只要其中一个环节不顺，省下来的时间很快就会被吃掉。更关键的是，最折磨人的往往不是慢一点，而是不确定。今天35分钟，明天55分钟，下雨天更久，这种不可预测才最消耗人。所以很多人怀念的不一定是以前更快，而是以前更省心。政策上没有错，但体感落差会非常真实。你最不喜欢哪一种换乘，也可以留在评论区。是走太远、等太久，还是高峰太挤？第二个关键判断是，新加坡交通现在面对的不是有没有建设的问题，而是建设之后如何面对高峰承载边界的问题。很多人会问，地铁一直在扩，巴士也在调，为什么高峰拥挤感还是这么明显？先看一个数据， PTC 2025调查里，列车拥挤满意度是68%，
明显低于巴士等候时间的 77%。 这说明等多久相对容易改善，但挤不挤牵涉的是硬边界。高峰时段的运力不是想加就能无限加。轨道系统受制于发车间隔、站台吞吐量和换乘节点空间，巴士系统则受制于道路资源、司机、人力和车队规模。换句话说，当大量人口在相近时段集中流动时，新增供给经常不是让你明显更舒服，而是先防止系统变得更差。新住宅区人口增长后，巴士班次加了，但尖峰时段仍然站满人，就是很典型的情况。因为路线一方便，更多人会改用，新增需求又会把新增运力吸收掉。巴士连接增强计划这类措施很重要，但重点是优化覆盖和缩短候车，不是消灭所有尖峰拥挤。因为高密度城市里供给一改善，需求往往也会马上跟上，所以对乘客来说，感受就会变成做了很多，却没明显变松。更准确地说，系统是在努力避免退步，而不是保证每个人都能明显更舒服。你觉得最挤的是哪一段？也欢迎留言，是巴士、MRT 还是换乘站通道？如果前面2节讲的是系统，这一节就讲个人。因为对大多数新加坡居民来说，真正决定通勤效率的越来越不是主干线跑多快，而是最后1公里和时间不确定性你能不能扛住。为什么同一条路线，有人觉得还好，有人却觉得每天都像在赶路？原因很简单，每个人的生活结构不同。你如果是单身上班族，办公室离 MRT 不远，弹性上班时间又比较宽，换乘的压力就相对可控。但如果你要送孩子、照顾老人，或者公司根本不在地铁出口附近，那同样多出来的步行和换乘成本会被放大很多。为了不迟到，很多人会提前出门，这个被提前拿走的时间常常不会出现在官方统计里，但它会真实的出现在你的生活里。这里要讲一个常被忽略的点，数字化工具能改善体验，但不能替代运力。像巴士到站 App、路线规划、Simply Go 这类系统，最大的价值是减少信息不透明，让你知道车什么时候来，哪条路更稳。可他们解决的是我知不知道，不是我挤不挤得上，我会不会被雨淋，我到公司时会不会已经很累。放到巴士路线调整上也是一样，地图上更科学，不代表生活里更轻松。尤其在新加坡这种生活节奏很紧的地方，很多家庭其实是靠精确安排在过日子。于是通勤一旦不稳，影响的不是一段路，而是整天的秩序。所以如果你想判断巴士路线调整后自己有没有真的更高效，我建议看3件事。第一，不要只看车上时间，要算门到门总时间。第二，不要只看平均时间，要看最差情况。第三，给自己留一点限时缓冲，不要把路线压得太极限。换句话说，在今天的新加坡交通环境里，效率不只是系统给你的，也是你自己管理出来的。但这也带出一个更深的问题，当一个城市越来越依赖个人去管理不确定性时，那些时间更紧、责任更重、住得更远的人，承担的成本就会更高。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个最影响你通勤效率的小细节，给其他人参考。所以回到今天的问题，巴士路线大调整之后，你的出行效率真的变高了吗？更接近现实的答案是，系统层面更有效率了，但个人体感不一定同步改善。新加坡交通接下来最需要解决的，不只是继续扩线、增班、优化接驳，而是怎样让普通人更可预期地安排每天生活。因为对上班族、移民家庭，甚至准备来新加坡发展的人来说，最贵的不是车费本身，而是被通勤吞掉的时间、精力和稳定感。如果你正在看房、换工作或者重新规划路线，记得不要只看地图距离，要看门到门时间、换乘次数和最差情况。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我你的通勤路线、单程时间，以及你最受不了的一个问题，是等车、换乘、拥挤，还是最后1公里？如果你关心新加坡政策和民生变化，想继续看这种贴近现实又尽量讲清机制的内容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继续。